你知道吗？在人类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统治者究竟是谁？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连我们熟悉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竟然都只排在第3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倒数，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第1名吧。首先，我们来认识这位身兼2个王位的聪明国王——詹姆斯6世及1世。他于1566年出生，母亲是苏格兰女王玛丽1世。由于母亲被废除，他在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继承了苏格兰王位，成为詹姆斯6世。这位从小被卷入贵族派系斗争的国王，却展现了惊人的政治手腕。利用贵族间的相互对立，成功掌控了苏格兰大局，简直是苏格兰贵族的驯兽师。詹姆斯是位博学之士，甚至被誉为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君主之一。他亲自撰写了《自由君主制的真正法则》等书，布道般的宣传君权神授观念。他曾参访牛津大学图书馆时感叹：若我不是个国王，我愿做这儿的囚徒。但这位热爱知识的国王，在实际政务中却常因爱好奢靡和忽视日常政务受到批评。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1世逝世，詹姆斯以其表侄外孙的身份继承了英格兰和爱尔兰王位，称詹姆斯1世。他首度统一了不但群岛的3个王国，但他的统治并不平静。1605年，反对他的天主教徒策划了著名的火药阴谋，企图在国会大厦炸死国王和议会成员。幸亏阴谋败露，詹姆斯才躲过一劫。詹姆斯国王坚信自己的绝对权力，轻视英国的下议院，导致国王与议会关系持续紧张。文献甚至记录了他对男性宠臣的强烈爱意，以及宠臣刻意打扮成女性的样子来取悦他，成为宫廷争议。不过，这位国王最大、最持久的遗传是，下令编纂了影响深远的钦定版圣经。他的在位为后来的英格兰内战埋下了伏笔。他最终于1625年驾崩。1890年11月23日，威廉3世逝世，年仅10岁的威廉明纳继位。他统治荷兰长达57年159天，他的在位时间是荷兰历史上最长的统治篇章。在他漫长的统治岁月中，他以坚定、节俭的个人风格著称，很快就成为了荷兰人民心中的国家精神象征。威廉明纳女王的统治跨越了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女王展现了高超的外交智慧，成功地让荷兰维持中立，避开了战火的侵扰。但是，真正的考验在第2次世界大战来临。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女王没有屈服，她被迫撤退至英国伦敦，成立了流亡政府。身处异乡的威廉明纳女王也从未让荷兰的抵抗意志熄灭。他透过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短波广播，向祖国人民发表激昂的演说，坚决反对纳粹占领。他的声音跨越了冰冷的海峡，成为了荷兰抵抗居民心中的不灭火炬。他的勇气甚至让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他是荷兰政府中唯一真正的男人。他不仅仅是一位君主，更是荷兰原民坚韧意志的化身。2战结束后，女王回到荷兰，监督国家的重建，直到1948年9月4日，她才把王位传给了女儿朱莉安娜公主，结束了长达57年159天的传奇统治。退役以后，她的位号恢复为登基前的公主。晚年作有回忆录《寂寞但不孤单》，最后于1962年驾崩。威廉明纳女王，这位见证并带领国家度过无数考验的领袖，至今仍是被视为荷兰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1860年，未满19岁的尼古拉一世，他的伯父达尼洛一世遇刺身亡。尼古拉被迫紧急返回蒙特内格罗，继承了大公的头衔。在他统治期间，蒙特内格罗逐渐实现国家现代化。他颁布了第一部成文宪法，并设立了国民议会。此外，尼古拉也创立了军事学院，整顿了国家军事体系。在国际关系上，蒙特内格罗于1878年的柏林会议中获得了国际普遍承认的独立。在尼古拉同治50周年的1910年，他宣布将大公国升格为王国，他本人也晋升为国王。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特内格罗于1916年被奥匈帝国完全占领，这迫使尼古拉一世流亡国外。1918年，塞尔维亚等协约国的军队虽然解放了蒙特内格罗，但一战结束后，蒙特内格罗随即被并入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尼古拉一世于1921年3月1日在流亡中逝世，他是蒙特内格罗历史上的唯一国王。接下来介绍的是巴西帝国末代皇帝佩德罗二世。他于1825年12月2日出生。1831年，他的父亲佩德罗一世退位，年仅5岁的佩德罗二世就继承了皇位。由于他年幼，国家经历了长达9年的摄政时期。为了稳定动荡的局势，巴西议会于1840年决定提前宣布他成年，让15岁的佩德罗二世亲政。佩德罗二世引领巴西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与稳定。他积极推动教育、文化与思学的发展，使巴西在国际上的声望大增。然而，在他统治后期，最重要的废奴改革却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政绩挑战。1889年，当时对皇帝政策感到不满的军队发动政变，以德奥多罗·达冯塞卡元帅为首的军人推翻了帝国。令人意外的是，佩德罗二世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他选择平静地接受政变结果，并于2天后与皇室成员流亡倭鸠，巴西帝国就此终结，转为共和制。佩德罗二世在流亡期间过着节俭的生活，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于1811年在法国巴黎逝世。尽管他的统治以流亡终结，但他被公认为是一位开明、宽容的君主。这一位5岁继位的皇帝，最终统治巴西的时间长达58年222天。接下来，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位特别的法国国王路易15。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高开低走的凡尔赛宫宫廷剧。1715年，他的曾祖父路易14刚过世，年仅5岁的他就继承了法国王位。想象一下，一个5岁的小朋友突然成了全法国最重要的人。路易15才5岁，国家先由奥尔良公爵摄政。不过，路易15可不是个空有头衔的国王，他对科学和新技术有着极大的好奇心，甚至亲自推动在法国大学里开设了物理部和机械部。他是一位被公认聪明且有热忱的君主。那时候的法国人民对这位少年国王可是充满了期待。但是，这位聪明的国王在政治上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他没能解决前任留下的财政烂摊子，反而因为优柔寡断，让国库更加吃紧。更要命的是，国王将他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追求美色这项事业上。从著名的庞拔杜夫人到杜巴利伯爵夫人，他的情妇名单简直比贵族名单还要长。即使眼睁睁看着反君主势力不断壮大，路易15也选择了躺平。他倒是留下了一句传流广泛的金句预言：“我死之后，洪水滔天。”这个预言后来也被证实非常精准。最终，路易15于1774年死于天花。
这位5岁继位，将国家搞得一团混乱的国王，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8年251天。接下来带大家认识一位在位时间很长，但却被时代巨轮碾压的亲王奥怒雷三世。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当你的国家太小，就得随时准备被邻居波及的历史事件。1733年11月7日，他父亲雅各一世退位，年仅13岁的他继承了亲王之位。奥诺雷三世这位亲王的主业似乎是为法国将军，他是法国陆军中的元帅，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法国的军事和贵族圈。治理摩纳哥对他来说，反而像是他的兼职。这位亲王显然对保卫法国领土的热忱，比治理自己的微型公国还要高一些。随着欧洲爆发法国大革命，这位在法国当将军的亲王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滑铁卢。1793年1月19日，法国国民公会投票决定吞并摩纳哥，这代表着奥诺雷三世的国家主权被邻居法兰西共和国正式接管了。他和他家人被关进监狱，亲王一度面临被处决的危机。奥诺雷三世于1795年3月21日在巴黎逝世。这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献给法国军队，最终经历国家被吞并危机的摩纳哥亲王，他的在位时间长达59年73天。再来，这位是汉诺威王朝第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君主乔治三世，于1738年出生在伦敦。他接受了广泛的私人教育，对农业和科学表现出浓厚兴趣。1760年他登基时，宫廷终于迎来了一股清流。他对妻子夏洛特王后忠贞不二，从无情妇。这位爱家爱种地的国王，因此获得了可爱的绰号“农夫乔治”。在乔治三世统治初期，大不列颠的势力达到顶峰，在7年战争中击败法国，成功支配北美洲与印度地区。然而，这位热爱农业的国王却在政治上遭遇了史上最大讽刺。由于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失误，英国最终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败。这位爱土如命的君主，反而成为了丢失北美大片土地的罪魁祸首。尽管丢失了美洲，乔治三世仍见证了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启动。然而，他的人生却在晚年剧转直下。他开始出现间歇性的精神失常，伴随剧烈腹痛。现代医学推测这是罕见的子侄症。随着病情恶化，国王已无法处理政务，国会被迫于1811年通过法案，将国王权力移高给他的长子乔治四世，开启了长期的摄政时期。尽管在位后期他长期处于无意识状态，权力也已被移交，但乔治三世直到1820年1月29日逝世，都仍是名义上的君主。这位在位时间横跨半个世纪的国王，其总统治时间长达59年96天。他用漫长的岁月见证了英国的起伏、美洲的失去、法国大革命以及击败拿破仑的伟业，为英国确立了日不落帝国的根基。接下来这位是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3位，克里斯蒂安四世，于1577年出生。1588年，年仅11岁的他就继承了丹麦和挪威的王位。他直到1596年才亲政。这位国王是个狂热的建筑迷，亲政初期励精图治，在他统治下，罗森堡宫、哥本哈根圆塔等许多宏伟建筑树立起来。他甚至亲自设计了一些军舰，被誉为丹麦的建筑师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不只是个建筑师，他还想把丹麦变成北欧的商业霸主。他积极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在他支持下建立了丹麦西印度公司和丹麦东印度公司。1620年，丹麦人在印度南海的德伦戈巴尔地区夺取了一小块殖民地。
这位国王的商业野心差一点就让他成了丹麦的海外帝国缔造者。然而，这位内政天才在军事上的野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战场运气。他试图在30年战争中干预，结果在1626年的吕特战役中惨败，损失惨重。紧接着，1643年爆发的托尔斯滕松战争更是一场灾难。尽管他在一次海战中受伤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他仍然鼓舞士兵继续战斗。虽然勇气可嘉，但他最终被迫缔结挥乳的和平。战争上的大量支出抵消了他前半生的所有成就，导致财政瘫痪和巨额外债。晚年的克里斯蒂安四世饱受失明、伤病的折磨。更糟糕的是，贵族阶层于须弥院趁机扩张权势，经常反对他的政策，削弱了王权。他这位曾经的万能君主，最终在政治舞台上陷入了与贵族永无止境的明争大暗斗。他最终于1648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59年330天统治的传奇统治。好，告别了西方那位醉心于建筑的国王，现在我们将镜头转向东方。这位重量级人物是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2位，他就是清朝乾隆帝。乾隆帝弘历于1711年出生，自幼天资聪明，深受祖父康熙帝的青睐，被接入宫中亲自教养。他精通经史典籍，也擅长弓马骑射。1735年即位后，他以宽猛相济的理念施政，延续了康干盛世的繁荣发展。这位年轻的皇帝一开始就立下雄心，要超越他的父辈。乾隆统治中期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期，他先后平定了新疆、蒙古，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他自诩在位期间取得的军事成就为10全武功。在他的治下，国家人口不断增加，在乾隆末年时升值突破3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1/3。这位皇帝在武力扩张上可谓达到了10全10美的自豪顶点。乾隆帝与他的祖父一样，很常驾临江南，但康熙帝是访查民情，而乾隆帝则大多只是纯粹去巡游。民间流传他6次南巡的故事，让后世广告界有了无数乾隆吃过的美食故事。然而，这位热爱诗文的皇帝却也推行查班禁书，旨在消灭反满思想，在文化上表现得过度敏感，甚至发生了多次文字狱。乾隆38年1793年，他会见了英国使节马加尔尼，双方为会面礼仪争执不休，单膝下跪 vs 3跪9叩，最终以单膝下跪收场。1796年，85岁的乾隆帝为了不超过祖父康熙帝的在位时间，决定禅位于嘉庆帝。然而，他退居太上皇后，仍继续在紫禁城内活动，并继续掌握着实权。这位在位与掌权时间都创下纪录的皇帝，最终于1799年逝世，结束了他长达60年113天的正式统治。我们刚刚见识了爱好缠然的乾隆帝，现在将时光倒转，这位史上在位最长时间排行榜上的第11位，就是奠定清朝盛世的康熙帝。康熙帝玄烨于1654年出生，1661年8岁的他就继承了皇位。由于年幼，朝政由4位辅政大臣掌控。虽然他14岁就举行了亲政大典，但实际权力仍被其中一位权臣鳌拜所控制。直到1669年，年仅15岁的康熙帝设计逮捕了鳌拜，才真正夺回了朝廷权力，开启了真清政时代。康熙帝是清朝皇帝中最有军事才能的一个，他认为仁者无敌，爱护百姓是最好的兵法。在他的安排下，清军平定了南方吴三桂等势力发动的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还把沙俄侵略者赶出国府。在军事上，他凭着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使中国恢复统一，富强中兴。康熙帝是一位著名的博学之士，他勤慕华夏，重用汉儒，并编纂了多部典籍，如《康熙字典》。
他认为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不在火器，深知国以民为本。他多次减税免税，减轻人民负担，使国家迎来了四海承平的繁荣景象。这位好学的皇帝将军事才能用在治和、从农等内政上，确实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好皇帝。康熙帝在位长达61年316天，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长寿与他的养生之道有关。他不吸烟，不爱补品，主张饮食有度，少量多餐，并认为养生要养心。然而，在他晚年在储位勤问题上经历波折，为了避免朝堂混乱，他开启了清朝秘密建储的传统，直到临终前才公布继承人为4阿哥允珍。回顾完从第20名到第11名的历史，这10位传奇统治者中，哪一位的故事最让你感到意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当然，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头，究竟是谁霸占了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前10名宝座呢？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千万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集将为你揭晓最终名单，下次见。